拯救者 Y9000P 这个系列呢，自打发布以来啊，凭借优秀的性能调教以及加量不加价的优良作风，备受游戏用户的喜爱。最近呢，我又到手了一台拯救者最新的 Y9000P， 并且还是一个至尊版啊。来看一下具体配置：英特尔酷睿 i9-13900HX 处理器，24核32线程。RTX 4090 16GB 的175瓦啊，属于满功耗版了。2根16GB DDR5 内存，5600的频率呢给的也很足。那光看这几个核心配置啊，已经要流口水了。我们直接先来看一下 CPU 的表现，毕竟今年英特尔的13代酷睿 i9 处理器所展现的性能，大家应该都清楚啊。跑分先行啊，直接用超能模式 ，Cinebench R23单核呢1914分，多核29213分，那这个表现呢还算不错啊。单烤 CPU 半小时，功耗稳定在131瓦左右，核心温度95摄氏度。玩了一下比较吃 CPU 性能的 Dota 2啊，直接 2K 分辨率下，平均191 FPS， 那已经比较接近台式机的 i9-13900K 的表现了。那这颗英特尔酷睿 i9-13900HX 处理器肯定不光是游戏流畅，生产力也是有加成的。进 PR 感受了一下这个剪辑流程啊，用422 4K 10比特的素材剪一段2分钟长度的视频，带 B-roll 和一些转场效果，全分辨率预览呢2轨没问题。那其实 13900K 加4090的台式也只能流畅预览2轨啊。视频输出呢花了1分24秒，那相比去年我手里的 i7-12700H 的 Y9000P 呢快了半分多钟啊，效果还是有明显提升的。顺便呢给常规的生产力软件和工业软件也跑了一下分啊，放上去年的 Y9000P 和台式机作为参考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显卡的表现啊 ，3D Mark TimeSpy 图形分呢突破了2.2万的大关，单烤 GPU 半小时，功耗可以稳稳的在175瓦上下，核心温度75摄氏度啊，双烤呢是83+163的组合，核心温度变化不大，那整体的性能释放还是可以的。看来内部的这套散热结构不错啊，待会儿拆来看。3A 大作继续看 2K 分辨率下的表现，赛博朋克2077 DLSS 3加持下呢，可以到197 FPS， 对比去年台式机的3090，肯定是有明显提升的啊。同期差不多呢是台式机4070 Ti 的水平。荒野大镖客2的表现相对稳一些，比4070 Ti 呢要强一些啊。新 logo 啊，大家都不陌生了，带背光 ，AD 面呢都是金属材质。那虽说普通版只有 A 面是金属，但有一说一啊，整体的这个辨识度和质感上和普通版并没有拉开一眼的差距。整机呢差不多2.7千克的重量，机身最薄处大概22毫米，330瓦的适配器体积和重量相比上代都有缩减啊，支持自家140瓦的 C140适配器，那这算是特有的一个优势点。接口方面管够 4A2C 的组合，基本都能满足你的扩展需求。屏幕呢可以单手轻松开合，并且可以打开接近180度的这个角度，丰富了实际的使用场景。屏幕来自华星光电 2.5K 加240赫兹的硬实力到位，实测色域呢能覆盖100%的 sRGB 和77%的 P3，那平均 DPI 呢为 0.4啊，全屏最大亮度呢为540尼特，相比普通版在色准和亮度上啊都有优势，并且还有10比特和 HDR400。那要是能有更高的色域覆盖就更香了。那键盘布局呢属于一贯的优势了，圆杆键盘的回弹手感也不错啊，就是2万多的游戏本，你不配个 RGB 背光灯啊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它的内部看看啊。第一步，打开后盖，那这个内部的设计还是非常至尊的啊。相比普通版，在 ID 上是有明显优化的啊，整体更加的简约清爽，就连 PCB 颜色也换成了黑色，讲究啊。布局上和普通版基本一致啊，主板和散热模组放置在机身上方，下方是电池，扬声器分布在电池两侧，内存呢通过屏蔽罩保护，主副 SSD 均配置有被动散热片，这个好评啊，并且2片散热片内侧呢都贴有这个导热硅胶垫。散热模组采用双扇4出设计，对比普通版最大的区别是将热管升级成了面积更大的真空腔均热板，上方还贴有大大的这个警告标识，告诉我们，这个设备采用液晶导热，请勿从主板上拆开这个散热模组。这个你能忍得住啊？我们先从硬件下手。内存使用2条来自海力士的 DDR5 内存，单条16GB，5600的频率，单面8颗粒。SSD 继续沿用三星的 PM9A1，容量 1TB，2280规格 ，PCIe 4.0/4的速率。实测速度大家看一下图。网卡呢采用英特尔的 AX211，电池容量80瓦时，来自上海比亚迪。取下散热模组，可以看到只有 CPU 使用这个液晶导热 ，GPU 采用传统的硅脂。
2个核心的供电线路南桥以及显存的对应位置均覆盖有导热硅胶垫。2个核心的对应位置其实都是这个铜底啊。CPU 对应位置的色泽呢不像铜，是因为在其表面进行了镀镍啊。镀镍的原因呢是由于 CPU 采用了液晶来导热。那如果让铜底直接接触液晶，液晶中的主要成分镓就会这个渗透进铜，用不了多久呢，铜底和 CPU 之间它就会产生一个空隙啊，使得导热性能下降。所以呢，给铜底镀镍后才能保证其导热性能的长期稳定。那散热鳍片上相较普通版进行了升级啊，4个鳍片都使用了这个铜合金的材质。2个风扇都来自 FCN 励志科技，那都是12瓦的功率。风扇通过螺丝固定在散热模组上，卸下螺丝呢即可打开风扇。那风扇都是涡轮风扇啊，继续采用高密度交错扇叶来增大这个风量，并且在同风量下噪音要比传统那种风扇会更小一些。GPU 周围一共焊有8颗显存颗粒，都来自三星，总容量16GB，GDDR6 规格。CPU 的4周呢还残留有不少的液晶，那4周使用海绵垫将其围住，防止流动到主板其他位置导致短路。旁边的 GPU 和周围的显存颗粒呢还被塑料的围挡保护。最后在扬声器方面，至尊版也进行了升级，搭载了2个哈曼的线性扬声器，那实际效果相比普通版还是有明显提升的。最后呢，我们简单总结一波啊，这台拯救者 Y9000P 至尊版的亮点呢还是比较多的，250瓦的整机性能释放，强悍散热结构带来不错的温度控制，色准表现优秀的屏幕 ，C140的便携补能方案，还有5600的高频内存。如果你单纯就是冲着性能体验去的，那在16寸这个游戏本序列里结合它的售价呢，确实是不错的选择。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旗舰游戏本，坦率的说在设计和部分用料上还是差点意思。那毕竟今年的游戏本还是比较卷的。那希望拯救者接下来可以适当做一些调整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罗宾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